一些老索粉应该能发现，最近这2年，索尼好像经常喜欢整一些定位比较特别的耳机，比如真开放的 LinkBuds， 比如看起来就像 mini PS5 的 Pulse Explore， 又比如专门用来打游戏的 InZone 系列，突出一个你要啥有啥。而这一次，索尼又带来了一个主打重低音的全新系列 Outpower Sound。这个就是全新系列的耳机索尼 Outwear。打开收纳包之后，里面放着的除了常规的线之外，就是折叠着的耳机。折叠，之前索尼取消 XM5 折叠设计的时候，我还有点疑惑，没想到索尼设计师也经常上网吗？能看得到大家的不习惯。除了折叠，耳机的旋转方向也合理了，挂在脖子上的时候不会让锁骨和外壳硬碰硬。头梁和耳罩这里比起 XM5 会硬一点点，但佩戴体验上倒是没有太大的区别。长时间戴着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伸缩的时候咔嗒咔嗒的。耳机本体呢，还是那种带一点磨砂的感觉。重点在这里，索尼的 logo 变成了镭射图标。在我记忆里，这好像是索尼第一次把 logo 换成这样，有镭射的不只是 logo， 看这里还多了一个镭射样子的 Out 按钮。这个按钮在这一次的 Outfit One 音箱上面也有。至于这个按钮有什么用呢？这个待会儿再说。大家感觉这个设计怎么样？我感觉索尼这一次的设计就像是在一点点试探，让自己的设计逐渐年轻。毕竟之前索尼的设计高级是高级，但实在是太朴素了。再看看 Outwear， 它甚至连降噪的10音麦克风都不像之前那样藏起来了，它是直接亮出来的。你们说，反正 logo 都已经换成镭射的样子了，索尼为啥不一步到位，用一个 RGB 的 logo 和按钮，直接音质提升100%？那说到声音，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你们觉得到底是更还原的 HiFi 比较重要，还是更讨好耳朵的氛围比较重要呢？其实这一次索尼就像是在说，不管你喜欢 HiFi 还是氛围，我这都有。用过索尼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本来索尼的调音风格就有点偏向低音的，而这一点在 Outwear 上就超级加倍。你看索尼他自己怎么叫它的，重低音头戴式降噪耳机。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主打的就是一个动词打词。甚至为了低音，他还专门做了这个按钮。要知道，索尼往常的设计都是往简约设计的，按钮也是能少就少。如果你不是那么追求 HiFi， 而是更喜欢听讨耳的有氛围感的声音，那按一下这个 Out 按钮，就可以在3种低音模式里面轮流切换。而且如果你觉得它自己默认的调音还不够味儿的话，也可以手动调整这个 Clear Bass 档位。当然，更可以自己上手调各种 EQ， 甚至以前不少人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才买的索尼。应该有不少索粉和我一样，以前会去搜什么 EQ 是完美调音啥的吧。这时候应该有人要说了，你这只是快捷调了一个 Clear Bass 档位，那我用其他耳机也可以啊。对，但不完全对。虽然看上去 Out 只是简单的切换了不同的档位，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额外的低频增强，就像是增加了低音的功率一样，或者说像是额外拿了个重低音炮摆在你的耳朵旁边，会感受到物理意义上的烘头。所以说，即使是同样参数的 Clear Bass， 有没有打开 Out 模式，听感也是不一样的。应该有不少小伙伴看过《流浪地球2》吧？大家应该对太空电梯升空的那2分钟记忆犹新。我之前就为了那2分钟去杜比影院重刷了好几次。影院的那种声音体验是任何个人设备都没有办法比的。不过这一次我用 Outwear 重新感受了一下，虽然和影院还是不能比，但和其他耳机哪怕同样是调了 Clear Bass，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怎么样，确实很带感对吧？但实际听到的氛围会比这个片段更强一点。打开 Out 模式之后，低频增强了不止1点，而且不会有那种单纯拉高音量让耳朵难受的感觉。夸张点说，就好像真的在很远的地方有个火箭推荐器的轰鸣传到你的耳边。说起来，你们平时听歌是怎么听的？我一般呢是直接在歌单里面随机，可能上一首还是摇滚 live， 下一首就变成了流行乐。那总不能也用超重低音对吧？这个时候实体按钮的好处就出现了。按一下就可以切回普通的模式，这里也给大家放一点流行乐听听看。这窗外这夜色，如果还在，别忘了闭上眼，才算醒来。真的身份不過送運，這趟旅
行，若算開心。大家感觉怎么样呢？低频有力又不会炸耳，虽然在中高频方面会有一点点混在一起的感觉，但也完全谈不上差。现在的大耳感觉谁家没个降噪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这个主打重低音的耳机会不会降噪随便给我敷衍一下就过去了，但实际听下来感觉还不错。和旗舰们比起来，在中高频人声的降噪处理上面确实有一些差距，但也完全够用。至于其他方面，就和1000X旗舰系列一样，右边触摸切割调节音量，左边开关切换降噪，按住右边的时候也一样可以快速的打开通透。哦，对了，还有续航，开着降噪能用30个小时。老实说，现在我对大耳的续航基本上没啥感知了。如果是 TWS 这种，还要担心一下够不够重度使用，但大耳动不动就30-40个小时的，完全没啥焦虑了。反倒是这一次的充电快了不少，充3分钟就能让你用1个多小时，应急是没啥问题了。最后来看看这个音箱，要我说，比起耳机，这一次音箱的设计就大胆多了，直接一个亮橙色，这要是扛出去往广场上一站。和耳机一样，按一下这个按钮，不止低频超级加强，人声也能保持得不错。我也被重低音掩盖的听不清中高频，你们看一下这个震动，就让人忍不住想要摸一摸这个振膜。但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线下听听看。自己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次索尼呢，算是又针对喜欢重低音氛围的用户，推出了一个有明显特点的全新系列。相比过去的产品，不止在外观上面做了改变，让自己的设计更年轻，而且在调音上也做了非常明显的差异化，用上了更重的低音，带来更强的氛围，甚至为了让喜欢重低音的用户能有更好的体验，就连单独的按键都给加上了。而如果你恰好不是那么追求声音还原，更喜欢有氛围的音乐，那这一次的 Outwear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一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天理，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